晶晶，啊，你帮他换一杯热的吧。哦，把我观察的挺仔细呀，为了接近我，没少做功课吧？这是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发现的你的生活作息。我知道你对低温特别敏感，所以家里没有冰箱，空调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6度，所有的饮料里不能有冰块出现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弃权，直接把材料送上去怎么办？原来你早料到了，我还担心。是担心我被你骗，还是担心我看不出这个案子有问题？小金总，小北是有苦衷的。我解释啊。晶晶，你年纪小还不懂，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，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永远做不到以诚相待。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，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，但我为了让顾家那2个兄弟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，他们才会孤注一掷去竞标。现在他们负债累累，等过段时间那块地的问题显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让股权，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，替我妈妈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。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，对不起。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近我的？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，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？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，我就在找机会靠近你。顾从北，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！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就算没有这件事，我也会……什么一见钟情？你当我是17岁高中生吗？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？鬼话？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，也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。哦，难道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，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？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？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婚，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。哦，那要说骗，你没骗过我吗？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。晶晶，你过来。你看清楚男人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还有，要是以后哪个男生跟你说他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千万不要信。对，以后哪个女生再对我说什么一见钟情，我也不会再信。你都跟我结婚了，你还要听哪个女生跟你说一见钟情啊？等一下，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开发案的误会吗？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？一见钟情重要吗？重要。哎，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消消气，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要是小金总，我也被你气死了。我没想跟他吵，他是心疼你，为了帮你引顾家那俩傻子入局，故意推动开发案。长点心吧你。金小姐，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。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，不是为了离婚，是为了争家产。什么狗血！金小姐，你开开门，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。我承认整件事情。金小姐，金小姐，我是你的室友吗？我没有名字的吗？
我喊你金小姐，是因为你像顾同学的喊我，我表示尊重，只能喊你金小姐。你尊重我？你尊重我？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？我留在你家过夜，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，又吐又哭又闹的，那种情况下，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？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，你都忘记了吗？还有这一出。那之前呢？你干嘛跟我回家？你就是对我见色起意。我见色起意？我见色起意？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？我怎么样？这样。然后，我知道了，顾从北，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换成酒的吧？换成酒？我还纳闷了，我点的明明是茶，怎么就变成酒了？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，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，不是茶。不信，自己看，看。所以呢？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，是酒啊！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我？长岛冰茶真的是茶，不是酒。重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……今晚我在你房间睡。你说喜欢海洋，海风。不可能，不是我。小北，大哥知道你跟金蓉蓉感情很好，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好姻缘。这样，你跟大哥做场交易，你把拿走的股份还给我呢，把手里的证据也都还给你，这样蓉蓉就不会知道5年前是你绑架了她。不是我，就是你。